如果讓你穿越到5年前，當你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呢，你能不能確保今天的自己是一個億萬富翁呢？如果一件事明天將會發生的概率是低於5%的，但是有一個人他提前了5年就已經把自己的錢拿去布局了這件低於5%會發生的事，那這代表什麼呢？比如說你到今天為止呢，你身體都是非常的健康的，從來沒有任何疾病的，所以除非有什麼意外，否則你明天會掛掉的概率呢是低於5%的，對吧？但是現在有一個人，他5年前呢就給你買了一份保險，壓你5年後的第2天就會掛了你掛掉，保險公司呢就會給他賠錢嘛。所以你覺得他是不是瘋了？因為就算你是今天下注去賭你自己明天要掛的，這個概率呢都已經低於5%了，而這個人呢，他還要提前5年去賭你明天要掛，那這個概率是不是要比5%還要低呢？甚至是接近於0呢？但是這個人他就是押對了。各位，你可以不相信川普，不相信馬斯克，不相信掃地僧，但有一個人你一定要信了，因為他可能是預言家，也可能是穿越家。而如果他這些身份都不是，那就更可怕了，因為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可能是他有份參與策劃的，所以他才可以提前5到6年去下一盤棋。而這個人呢，就是叫做股神巴菲特。大家好，我是掃地僧。08年金融危機，美國無數的銀行都倒閉了，但為什麼今天的美國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呢？因為我們全世界都不允許它倒閉。美國他做了一個局，把全世界都裝了進去。全世界只要去做生意，就是你日本要買我歐洲的東西，你不能用日元，也不能用歐元，你就只能用美元。當全世界要賺的、要花的都是美元的時候呢，那我美國是不是只需要印錢就可以買走你全世界的東西呢？所以今天美國人花的每一分錢都是我們所有人的血汗錢。那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我們需要美元呢？我們可不可以不用美元呢？你會發現70年的時候呢，美元跟黄金就脱钩了，大家都不相信美元了，覺得拿着你的美元呢是換不了黄金的，所以美元呢就崩盤了。然後發生了什麼事呢？美國飛了過去中東打了起來，然後中東呢被打得沒有脾氣之後，美元就跟石油掛鈎了。全世界要發展都是需要石油，而全世界想要買這個石油呢，你就必須要去用美元。到了90年，美國很多的銀行都倒閉了，然后歐洲也搞了個歐元出來。當全世界開始不用美元的時候呢，就出現了海灣戰爭，還有科索沃戰爭。結果呢，歐元30%的價值就被打沒了，全世界又要繼續的去用美元了。00年，美國互聯網泡沫崩盤了，美國大幅度的去降息。按道理來說呢，你美國經濟崩盤了，而且你的利息還這麼低。那全世界錢是不是就要從你美國的股市取走，或者從美國的銀行借錢，然後投資到其他高回報的國家裡面呢？所以當全世界都賣美元的時候呢，美元是不是就要崩盤暴跌啊？結果當時的美元卻是暴漲了，也就是大家反而都在買入美元。為什麼？因為當時的阿富汗就打了起來，伊拉克呢也打了起來，然後呢08年金融危機，美國無上限的降息擴表印錢，那麼美元是不是就不值錢了？然後呢，北非到中東也打了起來，資金呢再一次流進了美國。20年疫情，美國又再一次無上限的印錢了，結果錢還沒有印完，俄烏呢就打了起來，美元呢又繼續的升值了。各位，我不是說這些戰爭都是美國發動的，我只是觀察到一個規律，只要大家開始不想要用美元的時候呢，要不就是美國的經濟出現了危機了，要不就是美國要降息跟擴表印錢了，然後呢，這個世界就會出現戰爭了。去年25年12月，美國才剛剛宣布完要降息，然後擴表印錢了，就1個月之後的今天，美國就飛了過去委內瑞拉，把人家的總統抓走了。而美國給出來的原因呢，是防止你委內瑞拉繼續偷賣毒品給美國人。但是你會發現賣毒品很多國家賣的比他還要狂嘛，但這次做的就是你委內瑞拉，為什麼呢？然後你會驚人的發現，這一次委內瑞拉出事，最大的贏家竟然是股神巴菲特，而且這個局呢，他提前了5-6年去布了。那麼我們假設他沒有這個預知未來的能力嘛，所以從美國跟資本家的視角去看，
他們圖的到底是什麼呢？如果我們知道他們看到了什麼，那麼後面我們是不是可以跟着去布局呢？我很少去講這種話題了。但如果未來有更多的國家將會消失，或者是被統治，有更多的人將會成為奴隸，有更多的人的財富將會被充公，這個世界資源跟財富將會重新分配的話，那有些話我就不得不說了。最近這2期呢，我將會講一下2026年這盤局大概率會怎麼上演，還有這些事情呢，到底是怎麼影響我們的財富了。如果你不想要被動的成為旁觀者或者是犧牲品，甚至你希望借這個局來跨越階層的話，那麼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，因為你預期我後續會給你更多的資訊。而如果你怕自己聽完以後就忘了，等於浪費你的時間了，那麼你可以為這部影片點讚，這樣影片就會自動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裡面，讓你隨時可以回來跟着去做。首先，委內瑞拉呢是全世界留着最多石油的國家，所以他家的總統呢才刚刚被抓走。美國政府就出來說了啊，你家以後的油田呢就不用你自己去操心了，以後就交給我們美國的石油公司來接管了，而且我們拿着你石油去賺錢是不會虧掉我們美國人1分錢了，因為裡面有大把的利潤。各位，我聽到了之後呢，後背直接發涼了。你想一下，巴菲特他這幾年做了什麼呢？19年的时候，Tesla 開始出來，把其他的股票瘋狂的按在地上摩擦，告訴全世界啊，以後就是電車的天下了。未來電池跟太陽能呢，將會取代石油啊。然後你知道巴菲特做了什麼嗎？他反手就把錢砸進去買這個東方石油這家公司。就是當所有人都在跳船，把錢轉移到新能源的時候呢，巴菲特他不但上了船，而且還選了那艘最老最舊的船。然後呢，20年就是疫情嘛，所有的飛機都飛不了了，都不用上班了，街上呢也少了无数的車了，結果油價呢就直接跌到了負數。就是你去買油，你不但不用付錢，而且賣油的還要付錢給你啊。也就是說，巴菲特才剛買了西方石油呢，就被套牢了。然後呢，他直接繼續去砸錢，買了另外一家搞石油的公司，叫做雪佛龍。然後這幾年我們都知道嘛，他開始就賣掉手上的股票，持有了天量的現金嘛。但是你就會發現，只要油價往下跌，他就會去拿錢出來，繼續去買西方石油，還有雪佛龍這2家公司的股票。然後不知不覺的，這2家公司已經是他的重倉股了，或者他已經拿到了這些公司的話事權了。所以這幾年呢，跟 AI 有關的公司都漲得飛起來的時候呢，他要不就是空倉不買，要不呢就是去買這個石油公司。而且呢，這麼多的石油公司他都不買，就買這2家，為什麼呢？當所有人都笑這個股神老了瘋了，結果5、6年後的今天呢，他就笑了。不是因為今天的石油油價漲了，而是因為美國拿下了委內瑞拉之後呢，巴菲特這2家公司呢，將會直接拿下這巨型油田的實際控制權，還有開採權。這是一個用萬億美元去計算的地下提款機啊，什麼意思呢？1975年的時候呢，當時其他國家就去了委內瑞拉搞石油賺錢嘛，結果委內瑞拉呢就直接把石油國有化，就沒收了外國公司的一些石油資產。當時這家西方石油呢就被告了啊，說他行賄了，然後呢就賠了點錢，就把人家的資產沒收了。也因為這樣，西方石油有一部分的資產呢是被沒收的。那麼2026年之後的今天呢，美國直接把你家的總統都抓了，西方石油呢當年被沒收的資產，現在大概率就可以拿回來了。就等同於有一筆債一直都收不回來，讓這家公司的價值下降了。結果巴菲特抄底了之後呢，這筆債現在大概率就可以收回來了，讓這時候看起來又舊又破的船呢，重新搖身一變，變回了豪華郵輪。不僅如此啊，還有雪佛龍，正常普通的油井呢，只要你打下去，這些石油呢就會自己噴出來的。而委內瑞拉的油井呢，雖然是有很多的石油，但是這些石油它都是很重的。你要去挖這些石油呢，就需要很高的成本跟技術，而全世界能把這個技術玩到極致，同時還可以賺到錢的公司呢，是沒有幾家的。雪佛龍呢，就是其中的老師傅。當時所有美國的石油公司都被趕出去委內瑞拉的時候呢，只有雪佛龍委曲求全的留了下來了。
也因為這樣，只有雪佛龍呢，它對委內瑞拉每一塊油田設施還有技術都是了如指掌的。也因為這樣，現在美國要派自己家的公司過去委內瑞拉搞石油呢，就只有雪佛龍能做這件事情。它不需要去重組團隊，也不需要多花幾年去重新探索油田，重新的花錢去研究技術，它可以立馬開工啊。再簡單來說呢，委內瑞拉的石油不出意外的話，現在基本上就會被巴菲特的這2家石油公司呢給壟斷了。所以重點就來了，5、6年前的巴菲特他到底看到了什麼呢？一直以來，南美洲都是美國的後花園嘛。後花園呢，就是我想要進就進，想要走就走。但是這個後花園這幾年做了什麼呢？以前全世界想要買這個委內瑞拉的石油、哥倫比亞的銅礦、秘魯的鋰礦、智利的白銀、巴西的鐵礦，本來呢都是要用美元報價跟付錢了，現在呢就開始用這個人民幣報價跟付錢了。那這代表什麼呢？這個世界食物鏈呢有3層，最頂層就是美國嘛。他就負責印錢，然後花錢去買東西，也就是說，美國就是客人，就是消費者。然後中層呢，就是搞製造業的，就是負責接單的、生產的、賺加工費的。最後底層呢，就是提供資源的，比如剛才說的南美這個後花園，有大量的石油、銅礦，它就是靠賣這些賺錢了。所以頂層的資本家呢，就提出了一個經濟學的玩法，叫做分工。每個國家呢，就做自己最厲害的東西。賣石油的就去賣石油，製造衣服了就去製造衣服，印錢了就印錢。大家做完了之後呢，就可以全世界一起出來做生意了啊！我美國印錢買東西，你製造國拿錢了就去買資源，你資源國賺了錢呢，回頭就去買我美國的國債跟軍火，我美國呢去保護你們，而錢繞了一圈呢，又會回到我們美國的手上。這個就是全球化的分工。但是如果你聰明一點的話呢，你就會發現，如果中間的製造國跟最底層的資源國，他們直接跳過美元，直接用人民幣或者是其他的貨幣去交易，那會有什麼後果呢？比如說，如果中國的工廠，它可以直接用人民幣去買巴西的鐵礦、智利的銅，那麼最頂層的美國是不是就會被徹底架空了？它印的美元是不是就會變成一堆沒有人要的廢紙了？這個就是去美元化。也因為這樣，在5、6年之前呢，當美國這個後花園開始去美元化的時候，巴菲特就已經看到了，美國是一定會重新制定規則的。各位，我在網上呢會看到有些人去討論，美國跟中國現在打起來的話，誰會贏呢？那誰會贏我不知道，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，就是殺敵1000也會自損800。所以兵法告訴我們，實力差不多不要打，就算我實力比你厲害也不要打。那什麼時候可以打呢？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話就可以打。就比如說這一次，直接把這個委內瑞拉的總統給抓了，那這種實力很懸殊的降維打擊的仗呢，就可以打嘛。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如果最頂層的美國掌控了最底層的資源國啊，那中間的製造國會怎麼樣呢？很簡單嘛，今天我是你的客人，你要去賺我的錢，同時呢，我也是你的供應商，你家想要去做生意，就必須要去買我的資源。也就是說，你做生意的成本是不是由我來定？你做生意賺的利潤是不是也是由我來定？我不給你錢賺，不給你資源去加工，你是不是就會被我卡死了？而最重要的是，剛才提到的銅、白銀、鋰礦，全世界大部分都是在南美的，而這些資源呢，都是用來搞 AI、搞電池、搞手機、電腦、衛星最重要的原材料了。也就是說，誰掌控了這些資源，誰就掌控了全世界未來高科技的命脈。聽到這裡呢，你又會發現，巴菲特手上的日本5大商社已經掌控了全世界121的鐵礦、16%的銅礦、12%的鋰礦。現在如果連委內瑞拉的石油都在巴菲特的手上，也就是說，現在巴菲特的布局呢，已經不再是靠幾家公司的股票賺錢了，他是用資本去改寫了新世界的秩序。他不搞 AI， 不搞科技，但是未來只要你想要去搞 AI、搞科技，你要找的不僅是美國了，而是美國背後的巴菲特啊，能聽懂嗎？所以你家的總統會不會被抓呢？我們控制不了。你家明天還在不在呢？我們也控制不了。我們也沒有鐵礦石油可以去賣，也不像馬斯克那樣可以去搞火箭。
所以大部分的人呢，連明天會不會被裁員都控制不了了。但這恰恰就是投資最公平也是最殘酷的地方。你不需要擁有油田，你只需要看懂誰將會擁有油田。你不需要發動戰爭，你只需要去預判戰爭會把財富趕去哪裡。你不需要成為下棋的人，但是你可以學會識別棋盤上面最關鍵的那幾顆棋子。這就是趨勢投資最核心的秘密。我們不是在分析一家公司的財報，而是去判斷每一步棋走在哪裡，然後跟着去下。所以其實你面前呢有兩個選擇。第一呢，繼續去做一個被動的觀眾，每天被新聞去轟炸，看着這個油價漲啊跌啊，股市的波動啊，國際的衝突啊，然後覺得這一切都跟自己無關了。直到某一天你會發現啊，自己手上的錢被無形的偷走了。第二呢，就是成為一個投資者，學會去用頂層的視角，把資金的動向看作是一個路標，不再問發生了什麼，而是問這意味着什麼，接下來的錢會流去什麼地方。最重要的是學會去定一套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，賺錢的時候怎麼去守住你的利潤，虧錢的時候怎麼才可以做得到長期輸少贏多。如果你想要去學習這套投資的系統，你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條連接走進我們2026年最新的投資改命培訓營。好消息是，今天你不需要付$400，甚至不用付1塊錢，只要你是我的粉絲，你真的想要在市場活下去，我直接送給你，算是一场公益課。但壞消息是，名額非常的有限，因為有限流了。好了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美國它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輸出國了，同時呢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費國之一。簡單來說呢，美國它自己去賣石油，也去買石油，而且是全世界最多的。所以重中之重就來了，現在全世界最多石油的委內瑞拉就在美國的手上，是不是代表他要把石油都運回去美國呢？当然不是嘛。這個委內瑞拉的石油呢，本來就不是特別的便宜，還運回去呢。所以美國真正想要的是控制。當美國手握全世界最大的油庫，它就是全世界最有能力的操盤手。當它需要打壓油價的時候呢，就可以說啊，它要增加產量，說未來要加大的力度去挖石油。當全世界都覺得未來會有很多石油的時候呢，油價就會跌下去嘛。反過來，只要它不去挖石油的時候呢，也不賣石油的時候呢，油價就會被推高嘛。所以各位重點就來了，當美國想要讓油價漲就會漲，跌就會跌的時候呢，這代表什麼呢？你可以去看一下這張圖嘛，很簡單，紅線就是油價，藍線就是美國的物價通膨。你會發現這紅線跟藍線幾乎都是同漲同跌的，也就是說油價漲的時候呢，美國的通膨也可能會跟着去漲了。油價越貴，物價就會越貴，為什麼呢？就是明明能源只是佔了美國的物價指數8%，也就是說石油它不是影響美國通膨的最關鍵的原因，但是它們依然是同漲同跌，為什麼呢？很簡單，因為美國是一個建在公路上面的國家，這個國家的運輸呢，幾乎都是要靠汽車、卡車的，也就是說，無論今天我運的是食物還是衣服，都必須要去靠汽車的，而汽車要靠的就是汽油嘛。如果油價漲了，運輸的成本就會漲了，那麼美國大部分要賣的東西呢，成本都要漲的。也就是說，美國真正想要控制的不僅僅是油價，而是油價引發出來的通膨。也就是說，只要美國有能力把油價壓下去，就會有能力把通膨壓下來，然後美聯儲就沒有任何的理由去拒絕降息了。所以我們把所有的碎片再拼在一起去看呢，你就會發現，美國控制了石油，就控制了通脹，就可以降息跟印錢嘛。因為降息跟印錢都不再引發通脹了，但是美元呢，就可能會貶值嘛。就大家都不想拿着你的美元了，因為存錢在你美國是沒有利息的。但是如果美國它的下一步是可以把所有的南美的資源都拿了下來呢，這個時候全世界的錢為了去避險，不但要回流到美國，更重要的是，美國它掌控了全世界的資源，也就相当於掌控了未来 AI 跟科技的发展。這樣資金呢，反而是要過來投資美國的。也就是說，未來美國只要錢不夠花，它就依然可以印錢買走你全世界辛苦做出來的東西，而你呢，依然還是要去用美元。然後你的國家為了救自己的經濟呢，也就只能跟着美國一起去印錢。全世界我們手上的錢呢，就會跟着貶值，而美元反而是可能會升值的。
這就是我前1-2年到現在我都沒有放棄去布局黃金跟白銀的原因。所以如果你覺得投資是你一輩子遲早也要學的技能，如果你想要第一時間收到我们投資的布局，如果你還沒有走進我們投資改命培訓營的公益課，那麼你一定要趕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去報名了。今天這部影片，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，也歡迎不同意見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們一起理性討論。如果你覺得有些細節聽不懂了，我建議你把我前2-3期的影片看完，因為邏輯都是環環相扣的。但時間關係呢，只能在此結束了。不過下一期你預期會怎麼樣呢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這一句，將會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來我將會在每周日8點30分繼續分享萬成為富人、企業家、投資家，達到財富自由的免費信息。如果你不想錯過，我還是呼籲你訂閱我的頻道，然後打小鈴鐺，然後無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為這部影片點讚兄弟姐妹們早日達到財富自由。只要你們能在我今天說的內容裡面找到1-2句話是有用的，能夠幫助你自己的人生過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好了，我們下周不見不散，拜。